我们同学家小区封闭了，完跟我商量能不能送顿饭。他们要求是每3天出去一次，完给2个小时采买物资。咱不知道他哪根筋搭错了，该他出去的时候他他妈刷车去了。完，他早上给我打电话说能不能给他媳妇做一锅肘子烩饭。他说他媳妇马上就要把他头发薅掉了。我还给他媳妇做了一个巧克力芝士蛋糕，完蒸了点奥尔良大包子。这个肉馅你们记一下啊，我拿我弟试了3、4回才试出来。你要会做就直接做，要不会做还是那句等我开饭店。可千万别整先收藏再喊妈那一出啊！完，我们同学点了个前帐口的牛肚堡，我说你他妈1个礼拜来8回，你怎么还能传前帐菜呢？他说这个重点是帐不是菜啊！我点我媳妇一手。完还做了个咸蛋黄豆腐煲和孜然鱿鱼须，然后他给我打视频说俩人因为吃锅包肉还是锅包虾干起来了。我说你快别演了，我都给你做点就得了。都我说这玩意儿长手就会，你找个视频就自己在家做呗。他说你可别提了，我媳妇有一次在家炸锅包肉，差点没他妈给厨房炸了。我家那房产证差点从2屋1厨改成2屋。完了可能不太好意思，给我买个小电锅。我决定把之前的摩飞上闲鱼卖了。最近身边人都在闲鱼 APP 上卖闲置挣钱，这台就用过1次的摩飞锅挂闲鱼秒出，还能卖400多呢，这太赚了！赶紧点击下方链接上闲鱼卖闲置挣钱吧！真的，你说前任送你的东西不卖留着干啥呀？你还指望有一天他走了那玩意儿能升值啊？来吧，强强了，敲糕、二锅、炸刀、粥饭、水片、黄豆、牛宝、籽油、奥包，6菜1汤1饭1包。我这隔离餐就这待遇了，想吃可以唠一唠。完这饭还得麻烦工作人员给他送上去，我还帮他说了不少好话呢。不好意思啊，哥，人快不行了，反正就隔一这口。你放着啊。谢谢啊，临走还给你们添麻烦，谢谢啊，谢谢。我今天早上给我奶就送点水果，完我奶说这2天有点牙疼，晚上要有饭的话整点软和的，但是特意强调了啊，是牙疼不是胃疼，肘子别耽误了，炖烂乎点就行。最近莲藕不错，给我奶做了一盘鲜藕丸子，这个真特别好吃，你们要有孙子也让他给你做一下子。完了蒸了不少金头巴脑馅的包子，给我奶压的都非常烂乎，没牙也能吃。我一点不撒谎，我们同学听说有这包子，打3个小时出溜滑来的，着急忙慌吃了4个包子，又打3个小时出溜滑回去了。下大雪了，给奶多囤点口粮，炒了一个古早蛋糕，正好泡点奶吃，还炒了一盘肉松。就这点肉松，我弟撅那扒了2个多小时，我站那炒了1个多小时。我说奶呀，孙子和外孙子不能做到更多了，俩20多岁大小伙子折腰给你炒的呀。头2天给钱老丈邮了200斤大米，换回来这个起汁凤爪的配方。完了看我那大米挺值钱，有点不好意思，又在京东超市给我买了1箱生食鸡蛋和1箱干拌饭。这生食鸡蛋直接敲碎了就能吃，生产过程有非常严格的标准。咱说买生活用品和新潮好物，那必是逛京东超市啊。低至11块1毛1呢，那叫美好生活一站式，京东超市超省事儿。我弟说这干拌饭给我留着半夜吃吧，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钱老丈人还挺懂我。来吧，强强了，肉蛋豆、金巴包、汤肘、排玉糊、肉土泥、豉爪、虾稀、藕丸、松、骨膏、疙汤，这就往奶家去了啊！看看那肘子能不能治一手我奶这牙。我今天领你们看看我大哈尔滨的冰糖万物啊！先看一首冰糖大树，再看看这个冰糖树叶子，还有冰糖早餐车、冰糖大铁门、冰糖小路灯、冰糖电线。这一口是枸杞亲测啊，说还没太到时候，稍微有点淡。那些说要来哈尔滨找我干饭的朋友们，抓紧吧！就这么说吧，雪已经不小了，我和大哥都准备好了。我发现这人就不能闲着，我这2天腰好了，我寻给我奶整个甜品尝尝。都说马卡龙难做，我寻这能有啥难的呀？然后呢，我一共烤了4锅啊，烤的最好那锅跟他妈奥利奥似的。我还跟我奶说这是法国贵族甜品，我奶说你看没看见这帮老外在吃上真是不行。完了，我给我奶整个行的，包了几个五花肉茄子馅的包子，这其实就是茄子卤，但是包包子比拌面条还好吃。然后还整了个更行的梅菜扣肘，比扣肉还好吃，因为它不腻。你家要是能办席，你引进一下这道菜。我跟你说，别说结婚，你们2口离婚可能因为这道菜上你家办一下子，你信不信？还给我奶溜了一盘马蹄肉丸，顺手炸了点干炸丸子，直接打包了，留着我半夜饿了躲被窝里吃。然后我奶最近对青橄榄挺上头，就做了个青橄榄包的鸡汤。完我奶说想吃虾饺，哎呦我到这儿我脑瓜嗡一下子，这掐褶太难了，当时我前老丈人给我踹了，就是因为我不会掐褶。
完了，德物新买的可乐锅到了，我寻做个可乐鸡翅给它接接风。这联名小锅现在整的也太好看了，完炒个菜涮火锅啥的还挺实用，而且最近还有官方补贴活动，你搜63599，很多产品1块钱就能买着，链接我放评论区了，不少好看的锅可掏。这可乐呀，烤箱、电锅、空气炸，这草让它种的，给我都是掏干净的啊。来吧，香香了，没找番马、炸黄、青鸡、可翅、虾花、2丸、茄包、虾饺。完了，哈尔滨不是BBQ的吗？我带着这老些菜去，我奶连门都没让我进啊！我连门口的脚垫我都没踩着。我说奶，这有色眼镜戴的也太突然了，我哥俩没留饭呢。完，我奶把包撇开了，告诉我赶紧回家，别在那门口喘气儿。我奶呀，活到120都不带有啥毛病的，他指定比我还能活。我头2天回屯子杀猪去了，带了2个人和200来个塑料袋，就为了给我奶顺个肘子。但是肘子掏完了不敢往前院去啊，就藏后院雪地里了。完了，我们还有模有样的混淆了一下现场，但是玩雪玩的实在是太高兴了，我一抬头根本他妈分不清哪个里有肘子。我们回来时候，大伙已经开始炒菜了。完，我看我三大爷那屋直冒烟，我寻思我三大爷着了呢，我赶紧拿着手机就过去了。完了嘛，发现我三大爷在那炖肉呢。我让三大爷踹出来之后，上北屋闹小鸡去了。但我啥调料都找不着，我二大娘给我撵车库去了。我一看车库藏着一位高人呢，我这远房老弟翻2上勺给我看直眼了。我心说，我大爷这不是喊我来吃席，这是喊我来学习呀。后来我把坐着没事都喊来了，我说来老弟，你做菜我开班，咱俩狠狠掏他们一笔。来吧，吃香香了，我得赶紧找地方做了，要不等会儿他妈塑料袋白带了。为了能吃到更多的好吃的，我特意跟我弟分开做的，这也属于是优化资源配置了。完，我姐在旁边扒拉我说别卖单了，那帮老小都在那喝酒呢，赶紧转桌吃血肠啊！我跟你说，全村他妈最有心眼的就是他。他告诉我那酸菜、五花肉、大肠啥的，你打包回去第2天热才香呢。你今天这顿你就吃血肠和血豆腐。咱说好在东北杀猪菜管吃管甜，要不这一桌人第2天醒酒之后，可能都以为我大爷家杀猪根本就没灌血肠。上屯里吃席，你记我一个口诀，叫先找锅再上桌。你看住了大锅，不怕坐错桌。你就像我似的，盛晚饭就蹲酸菜锅着吃，你跟他们喝个嘚儿啊，你社交恐惧症。我本来吃完这碗饭就要走了，我大爷告诉我晚点走，让我拿点杀猪的伴手礼。我一看肘子、排骨还有肉，我们30来斤，我都不好意思了。完，我确定没有啥再能顺走的之后，我说大爷，我掏心窝子跟你说句话吧，你家后院那块地来年你好好翻一翻，别问为啥，问就是整好了能出一棵肘子树。今天家里来几个同学，要体会一下奶的快乐。哎呀，我拿他们都当好大儿，他们他妈天天拿我当孙子。做了个锅包鱼，还做了一个烤肘子。哎呦我的妈呀，就这个小皮儿，小脆小香小粘牙，还做了个鲍鱼花螺给包。这菜在我家以后肯定是给他搬了。这小锅里光买菜的成本花了156。我决定今年冬天回广州看我前老丈人，一口猪肉都不吃。我上他家我就吃海鲜，我呛。完蒸了点麻辣牛肉馅的包子，这是我有一次在上海便利店吃的，真的巨好吃。你们要不想包就揣好圆子等我开店吧。完在网上学了一个拿白葡萄酒炖的法式炖羊排，我寻思让这几个的试试毒，还做了一个奥利奥双层芝士蛋糕。我们同学他妈来电话说，儿子你今天晚上回不回来吃饭呢？完他说妈你没事别老找我了，我在外面过年呢。今天我们哥俩伙食饭是炸酱面和冻梨冻柿子，这一口凉一口热，差点没给牙吃炸了。还做了一个面包咖喱鸡，前段时间在哈尔滨一个饭店吃过一次，他都不是去没去过东南亚的问题，就是他只要会打字，上网搜一下马来西亚都不至于烤成那个熊样。然后这个嘎嘎香的蘸料记一道啊，你要半夜饿了，你给室友那鞋垫掏出来蘸一下也能对付一口啊。但具体颗数我真给不了，你们拌的时候尝一尝，那嘴老不用不风干了个嘚儿的了。完冰箱剩点虾呀肉呀，我混成辣白菜火锅了。今天必须得夸一下子这个在拼多多上买的大牌多功能电热锅，哎，啥功能都有，不粘锅还好收拾。最重要的是大牌保真，而且全网低价才100不到，有问题不用修，直接换新。链接放评论区了啊！还是那句老话，赶紧掏它。来吧，香香了，鲍罗鸡、炙奥膏、马粉、发羊、脆肘、干豆。麻牛包、面嘎鸡、锅鱼，丢一块的冻果、辣火。完，今天有个哥们是头一次上我家吃饭，明显经验不足。一上来吃了3个包子、2块蛋糕，还喝了2瓶冰可。自助餐的大忌他全犯了。完到最后不舍得下桌，在那嗦了咖喱鸡的锡纸。锡纸挺滋味。